斋月来埃及一定要小心，因为稍不注意，热情的埃及人就会给你送吃送喝了。本期视频带你了解埃及人的斋月生活。斋月是伊斯兰日历的第9个月，也是安拉赐予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的月份，所以这个月对于穆斯林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因为伊斯兰的日历是根据月亮的变化而制定月份的，所以每年比公历少了10天，所以每年的斋月都会比上一年提前大概10天左右。在斋月期间，穆斯林每天在日出到日落的这段时间里被要求进行斋戒，即禁食、禁水、禁烟、禁欲。到太阳落山后才可以饮食娱乐。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净化心灵、增强信仰、体验贫穷者的困苦，并培养自律和慈善的精神。除此之外，斋月期间行善和诵经会被认为是功德加倍的行为，所以也会有很多穆斯林在这个期间行善事。清真寺的祷告时间也比以往更加长。以上就是关于斋月的简介，那么下面看看埃及人是怎么过斋月的吧。斋月开始前的1周，大家就能在埃及街头看到各种喜庆的装饰了，比如这种彩带、彩灯，最具有特色的就是这种灯笼 Fanos。据传，这是在公元10世纪左右，埃及人民在斋月期间手提灯笼欢迎当时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抵达开罗，于是这种传统就保留了下来，并逐渐传播至其他阿拉伯国家。穆斯林一天要做5个礼拜，分别是晨礼、赏礼、布礼、婚礼和宵礼。根据太阳位置的变化，每个地区每天的时间都不一样。当每天的第1个礼拜大约是在4点半左右的晨礼开始后，埃及的穆斯林就开始斋戒了。由于这个时间很早啊，很多穆斯林在做完礼拜之后呢，还会继续睡觉，直到早上去工作。斋月期间，由于不吃饭，人们确实很难熬，凌晨祷告的时间又导致睡眠不足，所以埃及的各种政府单位、银行以及私人公司等都会提前到2、3点左右下班。街上的很多餐馆白天也是关门的，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吃不上饭啊，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快餐店还是能够正常营业的。我问了很多埃及的穆斯林朋友，大部分人都会斋戒，白天不吃也不喝。他们从大概10岁左右就开始尝试这样做，最初是几天，逐年增加至整个斋月。他们现在呢已经非常习惯了。好在今年的斋月是在3、4月份，埃及的白天还比较短，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凉快的，已经是简单模式了。如果在7、8月，那白天时间很长，天天40多度，那可就是太难熬了。我也好奇地尝试了一下白天不吃不喝是什么感觉，我以为口渴会更强烈，可能是因为3月份确实还不太热吧，我到下午3、4点的时候饿的感觉更强烈，不过还是比较能接受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须斋戒的，比如说孕妇、儿童、病人、正在旅行的人、经期的女性、打仗的士兵等等特殊人群都是可以正常吃喝的。其关于埃及斋月的内容在中文互联网上并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也翻阅了一些英文资料和视频，才整理出这些内容。这时候就发现英语还是挺有用的。在每天的第4个祷告婚礼之后，穆斯林便可以开始享用今日的开斋饭，结束今天的斋戒。这也是一天中很重要的时刻。在开斋前的1个小时左右，你会发现街道上大部分商店都临时关门了，街道上的车和人都少了很多，原来喧嚣的马路竟然有点安静了，因为这时候人们都在餐馆、在家中等待着开斋。在街边，你还会看到很多摆放整齐的桌子，坐满了准备吃饭的人。这里是免费提供斋饭的地方，这是由一些个人、家庭、店铺或者一些大公司、公益组织捐赠提供的。不管你是什么信仰，来自哪里，都可以坐下来免费享用。在开斋的时候啊，如果我路过一些这种免费提供斋饭的地方，很多热情的埃及人都会邀请我一起用餐。因为这是一个本地的生活区，没有外国人的。然后我在这里拍视频，当时本地人就比较好奇，然后刚好有一个会说一点英语的一个埃及小哥，他可以带我去尝试一下。Hello， 就是这位。Hello，Salam alaikum。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Rafat. Rafat. My name is Fred. Hello，nice to meet you. 然后就是这位小哥，他要带我进去尝一尝，非常感谢他。然后今天我第一次来吃这个免费晚餐，我们来进去看一看吧。来这里用餐的人大多都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而且妇女儿童居多，所以我就不方便拍摄了。如果大家正好在斋月来到埃及，可以坐下来体验一下。这个是埃及的这种咸菜，埃及的腌菜。就有点酸，有点咸的那种味道。Me? Oh, shukran. سنة وانت طيب. What's this? كل سنة وانت طيب. كل سنة Kolisana وانت طيب. Wanda Thai. رمضان كريم.
哦，Ramadan Kalim， shukran。这位埃及大哥说的 Ramadan Kalim 是斋月期间的一种问候方式，意思是斋越慷慨，因为你越慷慨，获得的祝福就会越多。还有一个常用的是 Ramadan Mubarak， 意思是祝你有一个被保佑和祝福的斋月。我来尝一下这个，是冰的，这是那个酸角汁，挺好喝的，是冰的。除了固定的免费斋饭点之外，临近开斋的时候，如果大家留意路边，会看到有些人拿着打包好的食物、椰枣或者饮料分发给路过的人，还会有人拉着一车的食物沿街分发给需要的人。在感同身受过饥饿的困苦之后，穆斯林们更诚心地帮助他人行善事，这对个人来说是一种陶冶品德的修行，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团结彼此的善举。此刻的埃及，没有人会饿肚子了。在埃及的斋饭上有2种非常常见的食物，一个是椰枣，一个是饮料。在斋月期间，大家能在各个果汁店门口看到这样罐装的饮料，深棕色的是酸角汁，白色的是椰子牛奶，橙色的是橘子汁。因为这些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水分和维生素，所以很多当地人都会买，而且价格比平时的鲜榨果汁要便宜很多，一大罐才3到5块钱左右。另外一个特殊的食物就是椰枣，作为每日开斋的第一个食物，一般会吃135单数个。据说这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结束分斋后的第一个食物，而且吃的也是单数，所以穆斯林会效仿先知的做法。斋月期间，更重要的是与亲朋好友一起享用斋饭。我的埃及朋友艾赫迈德也邀请我去他家，和他妈妈一起享用了开斋饭。这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去埃及人家里做客。那天我们吃的是鸡肉奶酪意面，还有一种和中餐味道非常像的西红柿烧茄子，味道都很不错。他们向我介绍了很多关于斋月的习俗，一直聊到了天黑。艾赫迈德的妈妈非常擅长烹饪，经常做一些创意的美食。巧了不是，我也很喜欢做菜，于是我约了下次给阿姨做一顿中餐尝尝。累了一天的埃及人在晚上是总得找点乐子的。如果你在斋月的晚上逛街，你会发现这里会比以往更加热闹，饭馆会营业到深夜。埃及常见的咖啡厅会有很多人在聊天、抽水烟、打牌，一直持续到凌晨。我也经常和埃及的朋友们出来聊天，分享日常之类等等。今天艾赫迈德很有意思，带了他一大包这个，他的这像是什么？各种回忆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学生证啊，学生时代的各种贺卡呀，或者一些生日纪念卡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Yes, and he's put hand because no freedom in Palestine. Oh, okay. So what's its meaning here? It's Arabic ما بالك بالسلام. What if you lose your ID, nationality, and your history, and yourself? Who is you? Who made this? My friends. When did he give you this? 2016. 2016，很早之前就开始支持，他们这边就开始支持巴勒斯坦了。This all now，他们都是艾赫迈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喝个茶。Hello。Yeah, Old song. Old but famous. Yeah. Ramadan 这段时间，埃及人晚上都不睡觉了似的。不过也确实这样，因为4点多还得吃分斋饭，做成礼，所以很多人索性就直接熬夜到成礼结束后再睡了。在斋月的晚上，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循环播放的斋月歌曲。年一到斋月，埃及这里的很多公司、电视台都会制作斋月特供的广告歌、电视剧、动画片等等娱乐内容，互相竞争，看看谁家的歌曲或者内容更火爆。比如说今年最火的歌曲就是埃及电信运营商 Orange 家的歌曲。第一遍听
听，好像一般，但耐不住这些歌天天在斋月到处都是啊，渐渐的也还觉得挺好听的。还有去年埃及银行的歌曲《心中有光永不熄灭》也不错。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油管上搜埃及银行的名称，在主页里就可以找得到。晚上的消遣娱乐持续到凌晨4点左右的成礼前，差不多就结束了。在成礼前，大家会尽快吃完封斋饭Suhoor。在斋月期间，各个清真寺都会播放比较长时间的诵经。因为我住的楼下就有个清真寺，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凌晨都会被吵醒。现在是斋月期间凌晨4点啊。这外面清真寺已经开始前后左右的清真寺都在这儿播放，整个一个环绕立体声。成礼结束后就开始新一天的斋戒了，这就是埃及斋月的一天。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斋月的最后一天，然后就是非常重要的开斋节了，庆祝场面非常热闹。这会我会有视频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第一个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吃饭问题了，很多餐馆确实不开门了，不过还是有部分本地餐馆、酒店或者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厅以及外国餐厅还是开门的，或者用他们的外卖软件 Talabat 点餐也是可以的，完全不用担心吃不上饭。在斋戒期间当着穆斯林的面吃喝东西是不礼貌的吗？不用担心，完全不会。我问了很多埃及的穆斯林朋友，他们根本不会介意，因为斋戒这个行为本来就是穆斯林对内的要求，咱们不是穆斯林，他们根本不会在意，所以在公共场合该吃吃，该喝喝。第3点，一定要错峰吃饭，大家尽量避免在开斋饭前后的1个小时去餐馆吃饭啊，因为基本上都坐满了，需要等位，最好推迟1个小时后再去。4、景点营业时间有什么变化？景点相比之前确实是晚了1个小时开门，早了1个小时关门，所以基本上下午3点左右就停止售票，3点半就开始清场了，大家一定要规划好游玩的时间。在 Orange 广告歌 MV 里有一幕很多人聚在一起吃饭的场景，这里呢就是我想推荐大家一个斋月期间或者是平时也可以去的好地方——马塔瑞亚社区。这是开罗市非常老的一个社区了，这里从2012年开始，每次的斋月第15天就会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可以免费来享用。2024年的宴席桌子连起来超过了1公里，这里准备了6000多人的食物，大家如果正好在开罗，绝对是值得一去的。那么斋月过后，这里也留有彩色的壁画和装饰，非常适合当背景来拍照，当地人也非常的热情，小朋友会找你来合照，别担心，他们不会问你要钱。中文互联网上关于这里的内容好像非常少，下一期我就带大家来逛一逛这个社区，看看这里又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这些视频对你了解埃及的斋月有帮助，那么不妨点赞、收藏，一键3连。因为资料都是我自己搜集或者是跟本地朋友沟通整理的，如果有纰漏、错误或者更好的旅行建议，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补充。我是小飞扬，一个正在埃及旅居的深度旅行者，点关注，我们下期旅行继续。